你的美股持仓可能先替日债波动买单。8月4日，10年期日债收益率来到约 2.85%， 而植田和南领导的日本央行刚把政策利率维持在约 1%。 问题是东京没有崩，美股为什么反而可能先挨刀？关键藏在资金回流、日元融资和全球折现率这3层传导里。这条线索的中心人物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。2026年7月31日，日本央行决定把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约 1%。 到2026年8月4日，10年期日本国债市场收益率来到约 2.85%。 两个数字单独看不惊人，放进过去30年的背景里，分量就完全不同了。很多投资者看到日债收益率上升，脑中立刻跳出一个问题：日本债市是不是撑不住了？我不太愿意从这里出发，因为收益率上升既可能代表价格承压，也可能意味着债券终于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回报。如果问题起点就错了，后面的判断很容易一路跑偏。现在真正该问的是，过去几十年被全球资金视为常识的3件事：日元便宜，日本利率低，日本资金愿意不断外流，是否正在一起松动？这不是文字游戏，把焦点放在日本会不会出事儿，你会只盯着东京的新闻；把焦点放在旧条件是否改变，你才会看到纽约的估值。全球杠杆和跨境配置都在重新算账，后者才和普通美股持仓直接相关。日本央行并没有突然踩下急刹车，政策利率维持在约 1%， 央行仍在购买国债，只是购买节奏和期限安排正在调整。这个过程更像旧制度逐步退出，而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游戏结束。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庞大，所以任何利率变化都会格外受关注。但债务规模大，不等于债券市场已经失灵。更高的收益率会随着存量债务逐步滚续，逐渐增加付息和融资压力。同时，它也可能把原本嫌回报太低的买家重新吸引回来。这两股力量要放在一起看。还有一个很容易制造误判的细节，5月出现过超长期日债收益率高点，而8月看到的是当前10年期市场所处的位置。旧峰值可以说明波动曾经多激烈，却不能跨期限拿来描述今天，更不能把过去的高点包装成眼下正在发生的恐慌。我提醒大家，财经叙事里最省力的做法就是挑一个最吓人的数字，再配上一句危机来了。可市场不是靠形容词运行的，期限、汇率、拍卖、需求和资金成本一变，同一个收益率数字表达的含义也会变。那么东京的变化为什么会碰到美股？先从最朴素的资产配置说起。日本的银行、保险公司和养老金每天面对的不是爱不爱美国这种情绪问题，而是不同资产扣除成本以后哪一种回报更合算。过去日本本土利率极低，国内长期资金想获得更高收益，往海外配置有很强的现实动力。美国国债市场容量大，流动性好，自然是重要去处。只看票面收益率，这套安排似乎长期成立，但汇率对冲从来不是免费的。如果日本本土债券收益率保持较高，账本就可能出现变化。机构会重新比较日债回报、对冲汇率后的美债回报、持有不同资产需要占用的资本以及负债端的匹配程度。这里不需要发生大规模清仓，边际资金的选择改变就足够重要。一笔即将到期的海外债券资金，过去可能顺手续投美债，因为本土几乎没有替代品。现在如果日债回报提高，期限又更贴合本币负债，机构就可能把新增资金留在国内，市场可能少掉的不是旧资金，而是原本默认会来的新钱。这个差别看起来细，影响却不小。资产价格往往由边际买家决定，不是由全部存量持有人投票决定。如果日本资金继续外流的必要性下降，美国长期债券获得的额外需求就可能变弱，期限溢价也可能被重新评估。但不要把这句话夸大成日本机构马上抛光美债。大机构调整久期和地区配置，需要考虑监管、流动性、负债匹配与市场冲击，不会只看一张收益率截图就集体转身。真实世界远比一个爆款标题缓慢，市场上流传过日本机构单季巨额抛售美债的说法，至少仅凭公开周度数据无法把它坐实。现有统计不能直接识别美国国债，具体机构也不能覆盖或证明全部资金回流。数字越具体，越要追问它究竟在量什么。因此，眼下更合理的表述不是日本正在抛售美国，而是如果本土收益率
对冲成本和负债匹配的相对吸引力继续改变，日本机构重新配置的门槛可能下降。它表达的是条件和倾向，不是已经完成的结果。看清这条边界，才能避免把潜在压力说成既成事实。资金配置只是这条链的一端，另一端更隐蔽，也更容易在波动放大时突然显形，那就是日元融资交易。很多人听到这个词会觉得离自己很远，其实它与科技股、信用债甚至其他高久期资产都可能产生联系，它的基本结构并不复杂。投资者以较低成本介入日元，再把资金换成其他货币，买入收益更高或上涨潜力更大的资产。只要融资便宜，日元稳定，市场波动不大，这笔交易就可能持续运转。真正麻烦的不是日债收益率单独上升，若只是日本债券回报提高，而日元和市场波动都平稳，资金有时间慢慢调整，危险的是几股压力碰到一起，融资成本升，利差变薄，日元快速走强，还债变贵，波动率抬头，保证金和风控约束可能收紧。它们如果同步出现，原本看似稳定的仓位就可能从愿不愿意卖变成必须处理多少。这时被卖出的未必是日本资产，持仓者可能会先处理流动性较好、估值敏感或账面盈利较多的资产。科技股、信用债和其他高久期资产可能同时承压，不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面在同一天一起恶化，而是部分资金需要快速降低杠杆。我真正担心的不是某一笔交易亏损，而是相似的融资结构挤在同一个出口。当日元方向反转，很多模型可能收到相近的风险信号，平时互不相关的资产可能短时间一起下行，这才是去杠杆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。不过全球日元融资交易到底有多大？公开数据无法给出精确答案。融资可能藏在银行资产负债表、衍生品、跨币种掉期和不同基金策略里。谁给出一个整齐的总规模，都应该说明口径，否则精确感本身可能就是误导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用一个无法验证的巨额数字制造紧迫感。更可靠的方法是观察融资条件和市场反应是否彼此印证。日元是否迅速升值，波动率是否上升，高久期资产是否出现同步减仓，这些比猜一个全球总仓位更有价值。理解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日本利率变化还有一条更慢却覆盖面更广的路径，它不需要出现集中平仓，也不需要日本机构大举卖出美债，只要全球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长期回报，美国长期利率就可能受到影响。长期国债收益率并不只由央行当天的政策利率决定，投资者还会要求持有长久期债券的补偿，也就是市场常说的期限溢价。当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债券回报上升，美国债券要维持吸引力，定价就可能受到边际影响。这并不代表日本可以单独决定美国10年期收益率，美国自己的通胀、财政、国债供给、经济增长和政策预期仍然更重要。日本因素更像新增的一块砝码，可能不大，却会在天平已经敏感的时候改变边际结果。我更倾向于把这件事理解成全球折现率的重新校准，而不是日本向美国输出一场单独危机。这个说法没有那么刺激，却更接近资金真正做的事儿，比较不同国家、不同期限、不同货币下的回报和风险。一旦美国长期利率上行，最先感到压力的通常不是今天现金流最稳定的公司，而是价值更多来自遥远未来的资产。因为估值需要把未来利润折算到今天，折现率稍微提高，远期现金流的现值就会下降得更明显。科技股并不会因为10年期收益率动一下就失去创新能力，问题在于当股价已经包含很高的增长预期，估值留给误差的空间会变小。利率只要在高位停留更久，投资者对遥远利润愿意支付的倍数就可能收缩。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条日本新闻对不同持仓的含义并不一样。盈利稳定、估值克制、杠杆较低的资产，承受边际利率变化的能力通常更强；估值高、现金流远、交易拥挤的资产，反应往往更快也更剧烈。所以所谓美股先挨刀，不是说日本本土完全没风险，更不是预言某个指数必然下跌，它讲的是反应顺序。谁对折现率最敏感，谁的仓位最拥挤，谁依赖便宜融资，谁就可能先被重新定价。反过来看，日本本土并不只有坏消息，银行在更高利率环境下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，部分长期资金也可能因为日债回报改善而留在
或回到本土。更高收益率本身还可能吸引国内外买家，成为稳定市场的力量。这就是很多散户最容易看反的地方。大家看到日本债券价格承压，就自然认为日本一定最受伤。可资产市场看的是相对变化，日本本土金融机构可能多了收益来源，而美国高估值资产可能失去部分低成本资金的支撑。我不会把这种变化直接叫做灾难，用更准确的话说，过去市场长期享受的一项隐形补贴可能正在变薄，那就是来自日本的超低融资成本和持续海外配置。补贴减少不代表系统马上失控，却会让原来被遮住的估值脆弱性更容易暴露出来。说到这里，真正该追问的已经不是日本卖了多少美债，而是日元融资变贵以后，市场里谁必须卖，谁可以等。这个问题才决定波动会停留在有序再定价，还是升级成被迫去杠杆。能等待的长期资金通常可以分批改变配置，不必追着价格跑。需要满足保证金风险限额或赎回要求的杠杆资金，却可能没有这种耐心。一旦后者成为主导力量，有序回流就可能变成被迫减仓，市场表现会完全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单看日债收益率不够，一个数字只能告诉你价格在哪里，不能告诉你持仓者有没有压力。要判断风险是否升级，需要把汇率、拍卖、跨境资金流和美国利率放在一张图上，寻找同步恶化。我建议你重点盯住美元对日元。如果这个汇率快速反转，日元短时间明显升值，可能意味着部分融资交易的承受压力在上升。慢慢升值和突然升值对杠杆资金不是同一件事儿，速度往往比点位更容易触发被动调整。但汇率动一下也不能单独下结论，短期价格会受仓位、政策预期和情绪影响。只有当日元走强，同时伴随波动放大，高久期资产承压，日元融资交易收缩的解释才更有说服力。这里要看组合，不看估证。接着看日本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拍卖，投标倍数能反映需求强弱，尾差则能告诉你最终成交与市场预期之间有没有明显落差。若更高收益率吸引买家回来，拍卖结果可能改善，市场就多了一层缓冲。若多次拍卖需求偏弱，尾差持续扩大，情况才值得提高警惕。一次结果不理想，可能只是期限偏好或当日市场环境连续表现才更接近趋势。我观察这类数据时，最在意的从来不是某一场，而是它有没有形成方向。还要看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居民对外中长期债券净买卖，它可以帮助观察日本居民对外债券配置的方向，但不能识别其中有多少是美国国债，哪些具体机构在交易，也不能代表全部日本资金是否回流。周度数据容易波动，更不能拿一周变化去证明一个宏大叙事。如果本土收益率上升以后，日本居民持续减少对外中长期债券净买入，这条配置传导就更值得重视。若海外配置仍然稳定，说明收益差、对冲成本和机构需求之间可能还没有跨过真正的转折点。美国这边要盯国债拍卖的间接投标人占比以及10年期收益率的变化。间接投标人常被用来观察海外需求，但它也不是日本资金的单独身份证，它能提供线索，不能直接告诉你某个国家当天买了多少。当美国拍卖需求稳定，间接投标人占比没有明显恶化，10年期收益率也没有持续上冲，日本因素更可能只是有序在定价。若海外需求转弱，拍卖承压，长期收益率又同步抬升，传导链的可信度才会上升。把这些信号连起来，你就得到一套比新闻标题更耐用的框架。汇率看融资压力，日本拍卖看本土承接，跨境数据看配置方向，美国拍卖和收益率看冲击是否落地，缺少其中几环，风险判断都不该轻易升级。这里也要认真看反方情景。植田和南如果继续缓慢，可预期的调整政策，日元没有快速升值，日本国债拍卖需求改善，美国国债拍卖同样稳定，那么资金完全有机会用时间消化变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不同市场重新寻找合理价格，而不是全球杠杆同时收缩。日债收益率提高会随着债务滚续逐步增加财政压力，却也可能增加债券吸引力。如果买家回归，收益率上行本身可能形成一定缓冲，而非单向恶化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个反方情景现在不能被排除，甚至必须放在桌面上。市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看到一个方向刚出现，就把它外推成不可逆趋势。
利率变化重要，但变化的速度、政策沟通和需求反馈同样重要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真正有用的不是猜下一场日债拍卖的精确结果，而是检查自己的持仓是否把同一种风险叠了太多层：高估值、远期现金流、拥挤交易和杠杆。如果4个特征同时出现，利率波动的冲击可能被放大。高估值意味着价格已经消化很多乐观预期，远期现金流意味着折现率更敏感，交易拥挤意味着大家可能从同一个出口离开，杠杆则可能把可以等待的波动变成必须处理的压力。4项叠加比单看股票名字更重要。不要因为一个日本标题就把所有持仓推倒重来，也不要因为美股指数仍在高位就假设利率风险已经消失。价格强势只能说明当下买盘占优，不能证明折现率变化永远不会传进估值。更稳妥的做法是先做压力测试。假设美国长期利率再上一个台阶，假设日元短期明显走强，假设波动率同步放大，你的持仓会不会因为估值、集中度或融资安排而超出承受范围？这个问题比预测涨跌更诚实。压力测试也不是让你立刻采取某个动作，而是提前知道自己的边界。市场平静时设定风险承受范围，和波动出现后被情绪推着做决定，结果往往不同。真正的主动不是猜中每次方向，而是不让单一情景决定全部命运。还要注意一个常见错觉：持仓里有多只科技股，不代表风险已经分散。如果他们都依赖低折现率、相似资金和乐观增长预期，表面上是不同公司，压力来临时却可能像同一笔交易。名字分散了，利率风险未必分散。我观察高估值资产时，会把盈利预期和估值倍数拆开看。公司业绩可能没有立刻转弱，股价仍然可能因为投资者愿意支付的倍数下降而承压。很多人把这种调整误读成基本面突然恶化，其实资金成本已经足以改变价格。同样，短期上涨也不能自动推翻这条逻辑。市场可以在长期利率偏高时继续交易增长故事，只是容错空间会越来越依赖后续盈利兑现。预期越满，实际结果稍有偏差，估值调整就越敏感，这比猜某天涨跌更值得留意。所以我更关注传导有没有连续性，而不是新闻能不能制造一天波动。日元走强后融资压力是否延续？日本资金配置是否改变？美国长期收益率是否获得新的上行动力？只有这些环节接上，东京的变化才真正进入美股定价。从更大的视角看，日本利率正常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：全球资产过去很长时间建立在一组特殊条件上，低融资成本、稳定汇率和持续跨境配置，看起来像自然规律，其实都来自特定政策环境。当环境改变，市场不会把旧估值公式整张撕掉，但会逐项修改参数。这个过程可能缓慢，也可能在拥挤仓位里突然加速。我最想让你带走的不是日本要出事儿这个口号，而是全球折现率正在重新定价的意识。植田和南没有宣布全球危机，日本债市也没有被证明已经失灵。前面2个利率数字只是告诉我们，过去长期接近0的日本利率已经不再是可以忽略的背景音。对美股散户而言，最危险的可能不是看错东京，而是仍用旧的资金成本给自己的持仓定价。只要你开始同时看汇率、拍卖、跨境资金和美国长期利率，就不容易被单一标题牵着走，也更能分清有序回流与被迫去杠杆。你更关注日元快速升值带来的融资压力，还是日本资金减少外流后对美债需求的影响？如果你有不同观察，也欢迎在评论区温和补充。我们需要的不是站队，而是把可能改变判断的证据摆出来。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保留一点冷静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跟踪这些信号，看看这条从东京到华尔街的传导链是停留在预期里，还是逐步进入真实资金流。市场里没有人能替你承担结果。本期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提供一个观察角度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，请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、仓位结构和独立判断做决定。因为看起来最确定的叙事，也可能藏着尚未显现的变量。